Hello，各位好，我是新人 UP 主鬼明。在正式开始前，请容我插几句。上期视频中，我在视频末尾放了一个投票互动，希望征求一下各位对视频的建议，但是最终一个投票都没有收到。如果您没有看过那期视频，那也不必回头去看了。那期视频需要重做，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不过还是希望各位能够看到这期视频的结尾，并给出您的评价，这对我真的很重要。上期视频中，我们介绍了程序的结构和数值运算。简单回顾一下，程序大都是树状结构来组织其中的代码和元素。程序代码的基本单元是语句，语句描述程序执行的基本操作，语句可以描述运算，包括了数值运算。当然，众所周知，仅仅只有数值运算是不够的，不然你花大几千块钱买的电脑，也只能做做楼下麦斯阿姨手里的语音计算器都能完成的事情。但是计算机和计算器显然不是同一种东西，这其中的区别显而易见。计算器只是一个单纯的计算工具，而计算机则是一个可以执行各种复杂任务的通用工具。细说起来，这可是一个相当冗长的故事，涉及到早期计算机的发展，还包括哥德尔不二倍性定理和停机问题、逻辑主义与形式系统、著名的图灵机计算模型以及冯诺依曼架构等，甚至还略微关系到了人工智能起源以及曾被赋予厚望的符号主义。不过这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只需要知道关键的区别在于3点：计算机可扩展和组合功能，计算机可以读取、存储、修改程序，计算机存在控制逻辑。前2点我们暂且按下不表，今天先讨论控制逻辑。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通用计算机的通用二字指的是它可以修解任何可计算的问题，而在这其中，控制逻辑相当重要。控制逻辑可以描述为根据设备自身状态或者外部输入来决定程序执行的路径或操作，可以类比为人类的决策过程。比如，如果今天是雨天，那么我就带伞出门，否则我就不带伞出门。这就是条件运算的基本形式。程序代码中的条件运算通常有2种方式，一种是注重结果的条件表达式，另一种是注重过程的条件语句。可以看到，条件运算通常会有3个参与元素：条件通常是个命题，真值或者真分支，假值或者假分支。尽管这2段代码功能相同，并且2种写法对于计算机来说差别不大，但这2种写法并不是完全等价的。前者是一个表达式，而表达式一定有计算结果，因此才可以被复制给变量，而后者是一个复合语句，表示的是一系列多步操作，因此可以表示远比前者更复杂的逻辑。在语义上，条件表达式表示2个可能值之间进行2选1，而条件语句则是直接切换了程序的执行路径。在数学和逻辑学中，我们通常会使用明确的陈述句来描述一个事件、猜测、结论等等，这样的陈述句被称为命题。比如前面条件运算的例子中，今天是雨天就是一个命题。当然，数学是一个讲求精确的学科，数学中的命题完全不接受任何模棱两可的表述，因此命题只有真和假2种状态，通常也分别使用1或者0来表示，这便是布尔代数的基本概念。布尔代数与计算机可谓是密不可分，计算机使用电路的开关状态来表示布尔值，使用蒙电路来实现布尔运算。至于命题，则对应了数值比较和计算。因为计算机无法理解自然语言描述的命题，因此程序中的命题必须使用数值和数值关系来描述。就比如数值的大小关系，这总共对应了6种比较运算符：等于、不等于、大于、小于、大于等于、小于等于。如果命题比较复杂，就会用到布尔逻辑运算。布尔逻辑运算是布尔代数的核心。程序中通常定义有与或非3种基本的布尔逻辑运算，这些运算用于将2个单独的命题结合为一个更复杂的命题。比如下面这个命题：今天是雨天，而且电瓶车没电，而且雨伞上次出门忘了带回来，而且公司距离公寓至少就是需要1个小时的路程，而且公交卡没钱。或者今天是星期天，那么这个命题就可以写成这样：
在上一期视频中，我曾讲到过微运算可以用于描述 IP 子网地址的计算。那段程序利用了云运算的特性来实现从 IP 地址到子网地址的转换。简而言之，如果云运算的某个操作数是0，那么整个云运算的结果必然也是0。同理，对于这样的情况，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第一个命题 false 是假的，那么无论后面的命题结果如何，整个表达式的结果必然也是 false。因此后面的一系列子命题都没有必要进一步进行计算。因此代码编译的程序都会尝试跳过这部分逻辑，这种特性称为短路。同理，换运算的左侧命题为 true 时同样会触发短路，以及条件表达式中的条件运算符也存在短路特性。短路可以跳过无用的计算，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但是也没这么简单，因为其的关键在于我曾多次提及的副作用。副作用是指一个表达式的计算会影响到程序的其他部分，进而造成隐藏的状态改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输出和打印。输出函数其实都是一系列很特别的函数，因为它们的作用在于将程序的内部状态写入到程序的外部，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副作用。而程序函数的主要工作其实是执行一系列计算，并得出一个结果，因此函数的返回值才是函数的主要关注点。而程序函数的主要工作其实是执行一系列计算，尽管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是确实输出的结果其实是一个副作用。因此在有短路特性的语句中，多执行一次或少执行一次输出函数都会影响到程序的输出结果。下面这个例子应该更能说明问题。在这个例子中，尽管4条语句的计算结果都是 true， 但是1、2条语句的输出结果是不同的，因为打印语句受到了短路的影响，这使得打印的次数是不同的。但是不具有副作用的第3条和第4条语句则情况不同。尽管第3条语句的也因短路的原因只执行了1个12，但这并不会影响到程序的结果。短路带来的影响可能有好也有坏，要取决于具体的情况。比如下面这个例子，这里模拟的一个抽卡游戏，有红、黑2种颜色的卡片，抛1枚硬币，根据硬币的正反面来决定抽取的红卡还是黑卡。很显然，这个代码完美的利用了短路特性，还原了抽卡的逻辑。但是如果将规则改为有红、黑2种颜色的卡片，2种颜色各抽取1张，如果2张卡片的数字均大于10，那么则记1分。如果继续使用这样的代码逻辑，程序就是错误的。正确的程序该如何编写？留作思考题。在下一节开始前，我们先引入2个概念：容器和迭代。容器是一类数据结构，用于存储一类特定类型的数据。比如前面例子中 ，cardStack int 就是一个容器。cardStack 是它的结构 ，int 是它的元素类型，而整个容器则用于表示一组卡片。同理，我们也可以定义一个数组来存储一串简单的整数。有时候我们需要对容器中的每个元素进行相同的操作，比如对每个数字加1，这时候就需要迭代这个容器。迭代是容器的基本操作之一。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使用 for 迭代语句对 numbers 容器进行迭代操作，依次取出每个元素，并对其执行加1操作。同理，这也是迭代，这也是迭代。迭代的本质是循环，而控制这个循环靠的是迭代器。在上面的例子中，迭代语句实际上从容器中获取了2个迭代器，一个起始迭代器和一个结束迭代器。然后循环语句通过迭代器访问容器中的元素，并在每次访问后将迭代器移动到下一个元素，直到迭代器到达结束迭代器的位置为止。所以对于任意的可迭代对象，只要拥有该对象的起始迭代器和结束迭代器，就可以对其进行迭代。比如这个例子。当然，迭代器的玩法还有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展开。前面我们说过，数学上不容许任何模棱两可的命题，因此前面的很多例子中，描述命题的表达式结果大多都是布尔值。不过也有例外，比如这个函数。如果你知道 C 语言或者之前了解过这方面的知识，你应该知道，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打印的字符数，它是一个整数，但是计算机会将所有的非零整数视为 true，
因此前面的这个语句与下面这个语句计算结果都是一样的，当然它们并不等价。同样的，即使表达式的结果并不是布瓦值，也仍然可以参与到布瓦逻辑运算，它们都会被隐式转化为布瓦值。再比如这个例子以及这个例子，不同的类型都会有不同的转换规则，具体的转换方式需要使用隐式转换函数来定义，或者由语言标准来规定，这里就不再展开。除此之外，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对象还存在更多的逻辑运算方式，比如字符串的匹配关系、集合的包含关系，以及任意、所有、没有之类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逻辑关系已经不是 C++ 语言自己的语法了，而是由标准库提供的函数。是的，函数，一个反规制为布瓦值的函数，同样可以作为命题参与到布瓦逻辑的运算。这些函数我们便称它们为位词。本期视频中，我们介绍了逻辑运算的基本概念以及短路特性对程序执行的影响，并通过迭代的方式展示了如何对容器中的元素进行统一操作。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 C++ 中的逻辑运算和迭代机制。如果你对本期视频有任何疑问或者建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请不要吝啬你的3连和关注，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